老太太刚起床，就拿起一把菜刀，凶神恶煞地往女婿家火急火燎地赶去。因为她清楚地记得上辈子的今天，她的大女儿被女婿污蔑在外偷人，说她肚子里怀的是别人的野种，继而大打出手，导致她的女儿一尸两命，横尸街头。如今老太太重生归来，断然是要阻止这悲剧发生。大家快来看看啊，这个荡妇，她偷人，肚子里的是野种，野男人还给野种送东西来了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别这么说，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。贱人，你们没什么，他会给你送银锁。王强，你别闹了，我肚子疼。你还敢狡辩？我今天就让人看看你是个什么货色。眼见着不少人围上来，王强更来劲了。看见没？野男人都送了银锁来了，他还不承认偷人，真当老子是好欺负的。说到气处，王强一把将银锁揣兜里，对着钱小敏就是拳打脚踢。王强，别打了，我真的没背着你做什么，我清清白白的，孩子也是你的，你不要这样，我肚子疼。贱人，你给老子都戴绿帽了，这会儿想起求我了，老子今天就是打死你，我看谁敢求情。强子啊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你媳妇肚子里还怀着娃呢，有话好好说。你没听见人家通奸的证据银锁都拿出来了，还帮着劝什么劝？这样的女人在以往是要进猪笼的。天啊，都流血了，这是不是要小产啊？住手！王强，你个王八羔子，你住手！嫂子，帮我照顾下小敏。老娘砍死你这个王八羔子！娘，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。我就是和小敏闹着玩呢，你不信问问他们，你们帮我说说话啊。闹着玩，那老娘砍你一刀，跟你闹着玩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有本事你跟老娘站住！你他娘的公分吃不了5分，拳头倒是能抡8分，浑身力气都撒老娘闺女身上来了，老娘砍死你！王强被吓得跑去了隔壁村，一直跟在江老太身后的张小兰已经扶起了上海有意识的小敏，朝着牛马车走过去。弟妹，别追了，赶紧过来看看小敏吧。你们给老娘等着，这件事儿没完。三叔，咱们赶紧去卫生院。江老太回身将被子盖在了小敏身上。娘，别脏了这被子，我还撑得住。被子哪有你的命重要？躺好了。小敏看着亲娘，眼泪哗哗的流，又不敢让娘看见担心，别过了头。江老太握着小敏温热的手，心里一阵阵的后怕。要是她再晚上那么几分钟，是不是等着她的就是和上辈子一样，是这个闺女冰冷的尸体？她刚跳下牛马车，扶着有些昏昏沉沉的小敏下车，就看见钱小虎小跑着过来。娘，你和大妹怎么在这儿啊？是不是在给我凑彩礼钱啊？滚！没看见你大姐伤了吗？对了，把你身上的钱拿出来。钱家印的老货一直都心疼这个二儿子，这混账玩意儿，年轻的时候手里就没缺过钱，正好他今天出门匆忙没带钱。娘，我没钱，我这点钱要请春燕吃饭，还要带她去百货商店呢。再说了，大妹瞧着挺好的啊，一点伤啊痛啊的，忍就过去了，花什么钱啊？娘，我没事的，不疼的，回去躺一躺就好了。二弟说的对，不用花这个钱。大嫂，麻烦你先带小敏进去看大夫。这孩子怕是耽搁不得，我一会儿就来。张小兰什么也没说就答应了，搀扶着小敏就往里走。你个烂心烂肺的玩意儿，那是你大姐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，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？行了，妈，给你，都给你，你小声点，你再这么闹下去，让人听到了，你儿子名声都毁完了，这样就娶不上媳妇的。拿来吧你！你这孩子钱还不少啊！行了，这里没你的事儿了，该干嘛就干嘛去吧。肚子里的孩子都6个月大了，你们这些家属到底在搞什么？竟然打孕妇！大夫，大人和孩子都没事吧？还不知道，你们先去办理住院，然后再去检查吧。娘，我不住院，不住院，咱们回家吧，没事的，就算有事，这也是孩子的命。说什么傻话，这是你的孩子，也是我的外孙。听大夫的话，别想那么多，娘身上有钱，乖。钱小敏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，她不知道多久没被人这样温柔的对待过了，她记不清了，上面有一个大哥，底下有双胞胎弟弟，还有小妹，再加上她性子木讷不讨喜，从小到大，爹娘对她向来都是忽视的。嫁去王家后，男人不知道为什么，除了喜欢在那事儿上折腾她，就是不喜欢她。婆家人除了使唤她，也没个好脸色。这些事儿她不敢告诉她娘，怕她娘担心。每都觉得要熬不下去的时候，她就告诉自己，咬咬牙撑过去，一切就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在这一刻，突然被她娘这么温柔对待，钱小敏还是忍不住哭出了声。江老太又安慰了小敏一会儿，等她检查完，送她去了病房。大嫂，还要麻烦你帮我看会儿小敏，我怕她一个人出事，一会儿吃的你帮着买点。你这是要做什么去？去派出所报案，姓王的把小敏打成那样，孩子都不知道保不保得住，这是嘎人啊，是犯法的。他们王家总得给个说法。没错，去报案，光报案还不行，还得去趟妇联。你可别再带你那刀去了，去了之后只管哭，越惨越好。
反正就是要往大了闹。小敏这边你放心，我守着。对了，你去卫生院门口让三叔先回去，咱们这一时半会儿怕是回不去了。你让他给我家里带句口信，说事儿完了就回去。好的，谢谢你大嫂。烧化的事儿你放心，我肯定带到。你们有要用牛马车的地方，让人给我捎个信，我就过来。江老太自然是谢了又谢，眼见着钱三叔走了，他脚下一拐就往派出所去了。老太太得知大女儿被女婿欺负后，便提刀赶赴现场，救下女儿后，随即便报了警。女婿发现事情被闹大后，就来到了医院，下跪祈求丈母娘的原谅。娘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打小敏。就算他偷人，就算他在我眼皮子底下和野男人好，我也应该忍下这口气。我不该对小敏动手。您打我吧，不，您还是砍我一刀吧，就像之前您拿着刀要砍我一样。我认了，我真的认了。亲家，求你了，你就放过我们家王强，放过我们一家吧。求你去派出所撤案吧。你想要什么条件，你尽管开。你家闺女偷人，我们也认了，孩子我们也愿意养。求你别再整我们王强了。江老太深吸一口气，也没压住狂跳的怒火，直接拿起扫把往王强的嘴里怼。你他喵的让我打是吧？让你污蔑我闺女是吧？你这个满嘴喷粪的东西，我今天就帮你洗洗嘴巴。丈母娘大人，求你别捅了，别捅了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王强，你他喵的糟心玩意儿！你把老娘闺女打成那样，还敢端着脏水赶来医院往我闺女身上泼，老娘整死你！大不了咱们一命换一命。老娘的闺女是什么品性子，老娘还不知道。你他喵的，你说啊，我闺女偷了谁？肚子里的孩子是哪个的重？咱们当场对质。为的就是证据，这就是那个野男人送给小米、送给孩子的。要不是野种，谁会无缘无故送他这银锁？江老太一把将银锁抢了过来，揣进自己兜里。老娘给自己没出世的外孙准备的，托人带过去。你倒好，竟然因为这事儿打我闺女，我打死你这个窝里横的窝囊废！王强目瞪口呆，他虽然心里清楚不是这样的，但这一刻他发现江老太这样说，他也没证据反驳啊。下一刻扫把又挥到了他身上来了，他鬼子狼嚎的到处乱窜。这时侯妇连的人过来了，救命啊！俺丈母娘要打死俺！吴主任，您可算是来了，您要给我们母女做主啊！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，他把我女儿打得差点流产，人也差点没命，现在却过来倒打一耙，就因为我给我外孙打了个小银锁，他就认定是我女儿偷人，将他打成那样。吴主任，我老婆子心里苦啊！江燕这个老太婆什么时候这么能耐了？变脸跟变戏法似的。王强同志是吧？你这思想不对，过去的旧社会才会打老婆，你现在这种行为就是封建思想回潮。往重了说，这是要批斗的。我这不是因为戴了绿帽子才这样的吧？你丈母娘都解释清楚了，都是误会一场。这样，把你接下来1个月每天去给你丈母娘家挑满水，再写一份保证书。王强心里一喜，立即连连点头答应。江老太也皱起了眉头，但他也知道这事儿怕也就这样了。你打也打了，气也出了，本就只是一场误会，解释清楚就好了，大家还是一家人。行了，也别闹了。主任，既然都是误会一场，那派出所那边您帮忙也去说一声吧。看来我们来晚了，你们已经解释清楚了是吧？那挺好的，都是一家人嘛，和和气气才对。这样，老太太，你这里给我们签个字。公安同志过来了正好，既然是他们错了，那是不是高低得给我女儿认个错，当众道个歉，然后在村子里的大喇叭里把来龙去脉都念一念？这个自然是要做的。我女儿的医药费也得他们家出吧？对对对，你说的对。这哪里轮得到我们来出？明明是你把人带到卫生院来的，你还打了我们，我们还没问你要医药费呢。公安同志，你们瞧见了吧？怎么了？这么想进去蹲几天，是不是？你家儿媳妇，你儿子打的，出医药费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现在当着我们的面，王强同志给钱小敏同志道个歉，只要你媳妇原谅你，这事儿就这么算了。王强在公安同志的注视下，颤颤巍巍走到小敏床前，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。我错了，我不该打你。你原谅我这一回吧，我以后不会了。我们回去好好过日，再怎么说都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啊。钱小敏看着跪在地上不停求饶的王强，捂着脸痛哭出声。眼见着小敏只知道哭却不吭声，王强急了，声音提高了1个度：媳妇儿，你到底原不原谅我啊？江老太将小敏的神情都看在眼里，她脸一冷，上前一脚就将王强踹翻了。你他喵的，你嚷什么嚷？有你这样认错的吗？公安同志，你看看江燕，她当着你们的面打人。我作为丈母娘的，教训一下女婿，难道不应该吗？公安同志撇开头，当作没看见，只催促着王强赶紧求饶，让小敏原谅他。王强同志，看来你媳妇不肯原谅你啊，你赶紧想想办法吧。小敏，你自己按你自己的想法来，你要是不想原谅这个畜生，咱们就离婚。公安同志要是不管，咱们就往上告。他朝钟老太摇摇头，他娘今日为了他都动手打人了，还和公安同志都叫上了板，他心里已经知足了。
娘，我原谅王强了，您别和公安同志起冲突。姜老太皱了皱眉，心里有些气这个女儿这样的包子性格，却也知道她从小性格就是如此，也不是一天就能改变的。地上的王强听了这话，直接乐得咧开了嘴，一下子就站了起来。媳妇，既然你原谅我，那我们就回家，我一定会好好待你的，不会再打你了。回什么回？我闺女的伤没好之前哪里也不去，你现在立马交钱去。王强不乐意了，只是对上姜老太冷厉的目光，回头又碰上公安同志灼灼的眼神，不敢造次，低着头应了。记得把那个保证书也写好，还有检讨书，在你们大队还有我们大队的喇叭里念，不然的话，我就还要告诉公安同志和妇联的同志。派出所和妇联的同志都只想快点把这事儿了结了，纷纷点头，表示自己会跟进后续的情况。王强同志，你一定要遵守约定，不然惩罚会更严重。你他喵的，王强，你还站着干嘛？你还不赶紧去交钱？交了钱就立刻给我滚！这几天小敏我来伺候，你们家谁也不准过来讨嫌，不然我就一起打。王强和他娘今儿可算是被姜老太打怕了，听了这话退了一步，哪怕心里100个不甘心，也只得奄奄的走了。儿子，小敏那贱蹄子肚子里的真不是你的种，是吗？娘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我就是当时误会，气不过，瞎说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我还以为你说的真的呢。那这个儿媳妇高低要不得，不是妈说你这脾气怎么越来越大了？你今天对小敏确实是下手有点狠，你丈母娘也真是的，送银锁这么好的事，还偷偷摸摸的，害得闹出这老大一场误会。你老实跟娘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还有这个，娘，这是同一个村的严大哥送过来的。严大哥以前和王强关系很好，王强什么事儿都叫他帮忙，一来二去的也就熟了。其实近半年都也不怎么来了。我确认怀了身子之后，就只见过他2回。上一回我在镇上见着人家小孩身上带着小银锁，觉得好看，寓意又好，就和王强提了一嘴。当时严大哥也在，王强还训了我一顿，我也没在意。再就是昨天晚上，严大哥突然过来了，王强不在家，他就把我叫出去，塞给了我这个，说他要出远门了，把这个给孩子当见面礼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人就走了。我追了一段路，追不上，我想着反正是认识的，过后让王强还就是了。没想到昨晚上王强没回来，早上才醉醺醺的回来了。我把银锁给他，说了严大哥送来的事，他就突然发疯了，就打我了。小敏觉得又委屈又难过，又呜呜的哭了起来。姜老太皱了皱眉，一时间也没想出什么所以然来。本想再问问闺女接下来的打算，看见她这样，又软下了心肠。算了，还是等她好些了再问吧。半夜3更，老太太等到全家都睡着后，便带着小儿子急匆匆往林寡妇家跑去，因为她知道此时此刻她丈夫正在和林寡妇鬼混，因此老太太便要上演一出捉奸在床、捉贼拿赃的好戏。姜老太拉着钱小豹，轻手轻脚的靠近了墙角跟，院子里低低的说话声传了出来：“哎呀，你轻点！那姓姜的怎么能下狠手啊？你这身上全是伤，下午你过来的时候我也没在家，不然下午就给你处理了。别提那只母老虎。”我现在听见他的名字就恶心，有你疼我，我受这些伤都不觉得疼了。林淑珍羞涩一笑，朦胧的月色下，女人哪怕40多岁了，却因为保养的好，脸上并不能看出太多岁月的痕迹。此刻这一笑，直接将钱家印拉回了几十年前。她情不自禁地捧起了他的脸，直接就亲了过去。啧啧的口水声传到院外，让钱小豹黑了脸。他拎起拳头就要往里冲，被姜老太一把拉住制止了。那泼妇不知道怎么突然就想起查我工资的事儿，跑去问我爹娘了。差点就穿帮，还好我圆了回去，哪怕他心里有想法，问不出来，最多闹腾几天，也就不了了之了。不过强的样子，我这几日怕是回不去了。那就在我这里睡，我巴不得你不回去呢。好，他闹这一回也好，以后我的工资1分也不给家里了，全给你。那他还不得吃了你？我怕他，要不是看在几个孩子的份上，看在他能干活的份上，我早就休了他了。惹火了我，大不了离婚。就在这时，门被轰然一声砸开，林淑珍吓得尖叫起来。姜老太这时候已经举起了树枝，没头没脑的就往林淑珍身上抠。我让你偷男人，我让你扒了别人家里的钱，我打死你这个臭不要脸的婊子！答应救我啊！不要再打了，不要再打了！他一把推开面前的钱小豹。老三，你让开！香烟，你发什么疯？大半夜的！话音未落，树枝就噼里啪啦的落到了他的头上、脸上、身上。原本白天里就被打了一遭的钱家印，这会儿再遭重击，只觉得浑身疼的都不像是自己的皮了，一点反抗的念头都兴不起，只想着别打了。姓钱的，老娘跟着你20多年，做牛做马，生了那么多儿女，你倒好，偷偷养小寡妇，一养就是这么多年，我打死你们2个不要脸的！半夜还跑过来偷情是不是？还想着把工资全部给这个不要脸的婊子是不是？由于动静太大，周围的邻居都围了上来，最后还是另2个邻家婆子上前拉住了姜老太。大妹子，有事儿好好说，有事儿好好说，这一直打的
也解决不了事情。今天你们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，不然这事儿没完。有谁帮我去叫下你们村的村支书？这事儿我需要村里给我个交代，也需要个公道。就这两人从我结婚开始就搞到了一起，这么多年了，一直瞒着我。钱家印这个王八蛋以前一直和我说，他的工资要拿一部分给他爹娘养老，我信了也没反对。到现在我才知道哪里给他爹娘了，就是拿过来给这个贱女人在外养了这个小寡妇。婶子，是不是搞错了？你们少说也得结婚10-20年了吧？搞错什么？我们确实是结婚20多年了，从我们结婚开始，他就在养着小寡妇。可是苏真姑20多年前还没死丈夫啊！瞎说什么？你知道什么？人群里多的是想看热闹的人，自然全都起哄。钱家印臊得一张脸都不知道往哪里放了，又怕挨打，不敢去拉姜老太，只能对着钱小豹吼：三，你还不赶紧拉着你妈，这样子也不嫌丢人现眼。有什么事儿回去说不成吗？我丢人现眼？你一个偷人的养小寡妇的都不怕丢人现眼，我怕什么？老三，你可要想好了，谁是家里人，谁是外人，你又该向着谁？毕竟那个女人花你爹的每一分钱，可都是从你们兄弟姐妹口里省出来的。爸妈说的可没错，我可亲耳听到了。你这些年都把钱给他了，你把钱还回来，这可是咱们家的钱。这混账东西，叉烧！当初生下来我就应该把你扔进尿桶里溺死。这会儿功夫，村支书已经被人叫了过来。哪村的野婆子，这么大半夜的闹什么闹？非得我让人把你抓进去蹲几天才舒服是吧？看来这村支书也不会给咱主持公道了。老三，走，咱们回去，明儿就去派出所报案。有些人搞破鞋，还有些人搞官僚主义，偏袒搞破鞋的男女，怕是收了贿赂。村支书帮人吓了一跳，他确实是想吓一吓姜老太来着，把人吓跑了最好，没吓跑也能立立威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乡下娘们这么虎，竟然直接要去报公安。正好我前几日才和公安打过交道，这也挺熟的。上次那位刘公安还挺热情，明儿我就再去找他。哎呀，大妹子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有话好好说，好好说。黄支书是吧？可是你刚才不是说要把我抓进去吗？我可没说你啊。那你说的是不是他？那他确实是丢人，将他抓进去蹲几天挺好的，你抓吧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先把事情说清楚。这不明摆的事儿吗？他们俩早就搞到了一起，被我当场捉奸。钱家印，我男人从20几年起，每个月就把自己工资的一半拿给这女的养小寡妇，还跟我说谎，非说是这钱给他爹娘养老的。他爹娘不承认，中午已经在他爸妈家闹过一回了。没想到他晚上又跑到这女人家里来，被我逮了个正着，还听他们俩商量着以后要把工资全拿过来，不给家里了。那这日子还怎么过？这才请领导你过来主持公道。黄支书，我没有，真的没有，他胡说的。我和家印是清白的，我们早些年就认识了，家里还沾亲带故的。他说他婆娘把他赶出来，不让他住，才到这里来住一晚的。他这些年给我孙子补课，大家都是知道的。都是这婆娘乱说的，我和淑珍真的是清白的。你们是清白的，清白到都亲上嘴了。补课啊，那肯定是真事儿啊。就是不知道这课是补到你孙子身上去了，还是补到你身上去了。老钱啊，看来你这是管不着你婆娘了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这么大半夜的在这儿吵闹，总归是影响了大家休息的。咱们可不困，这可是比电影还好看。哈哈哈，可不是，难得有这样精彩的事。那你们明天还要不要上工了？问你呢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将你的想法说出来，赶紧把事情解决了。大家都好回去睡。我也不要别的，就让他把之前这些年的钱全部吐出来，再赔我500块钱。这事儿就这么算了，不然我就只能报公安了。你凭什么说我拿了你们家的钱？我没有。家印，你告诉他，我到底有没有拿你们家的钱？这样啊，那我只能去请公安来查了。你以为你谁啊？你以为这种事公安同志能管？我和你结婚了，那你的工资也是咱们家的钱。我就有权利知道，你不信咱们等着瞧。当然了，你要是实在一口咬死不承认，我也没办法。不过呢，我就只能去学校问问，是不是其实是这些年学校并没有把你的工资发齐。这些事要是闹到学校去，我还怎么做老师啊？这要是把我的工作都闹掉了，那可怎么办啊？学校不管的话，我就去教育局。我就不信这事儿还没人管了。到底想要怎样了？你就说这钱你是不是给了这个女人，你可要想好了再说。要是不是，反正我就去报公安，就去找学校，我是不怕丢脸的。钱家印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，垂下头，别过脸，不吭声了，明显的默认了。钱家印都默认了，你还不承认吗？还钱！20多年了，我仔细算过，最少给了你2000多块钱，我也不要多的，你给2000的整数就行了。我的个乖乖，2000多块啊，这么多！是啊，难怪这婆娘不依不饶，要是我也不会放过他们。这是把人当傻子呢。
对呀，这姓林的也太狠了点儿，竟然哄了人家那么多钱。哪里有那么多钱？你简直血口喷人，最多只有1000块。你自己都承认了，那就还钱。还是说你们俩要我一笔一笔的给你们算清楚？林淑珍是吧？你的单位我可是都打听清楚了。你是想要我也去你单位闹一闹吗？2000就2000，你不要再找我了，我和他再也没关系了。我现在身上也没钱，这些钱我后面会慢慢给你。也不是不行，你得写张欠条给我。写什么欠条？我还能赖你的不成？不写欠条，你当我是傻子吗？几句话就被你哄了过去。那行，我也懒得跟你浪费时间了，我明儿就去你单位问去。不写还不成？你不会真的打算一张欠条把我打发了吧？那是不可能的，先给一半的钱，剩下的再写欠条，写好还款日期。不然的话，你信不信我明儿就敢去你单位闹？我没那么多钱。你说我信不信呢？赶紧的，你儿子儿媳可是从开始到现在都完全没吭一声。你说他们是不是觉得你很丢脸啊？你说我要是继续闹下去，他们会不会对你有怨气？到时候你老了还有好日子过吗？哦，你过个几年就能退休了吧？我要是把你工作闹没了，你没有退休金，你儿子儿媳会不会整天骂你啊？想想你以后的退休金和这点钱比起来算什么？还是说你想要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被人唾弃，还被人当着面骂婊子？刚才在外面我给你留了面子，怕你一时间拿出多的钱来招了贼，你现在这样我可就不高兴了。林淑珍最终还是将自己存钱的钱罐子抱了出来，数了800块钱递给江老太。这下可以写欠条了。林淑珍气得整个人都是木着脸的，刷刷几下写完了欠条，沉着脸递给江老太。他也不管林淑珍的脸色，拿着欠条就往外走了。领导，签个字吧。我听说你们林家村的村领导还是挺负责的，不会是假的吧？这种事儿我们自己都谈好了，领导您不会不愿意帮这个忙吗？我瞧着您之前一直帮着这老寡妇说话，不会是跟这老寡妇也有一腿吧？你瞎说什么呢？黄仁一把将江老太手里的纸笔抢过来，也没看上面的内容，几下就把字签了。这下总可以了吧？闹完了没有？闹完了就散了。行了，走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